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的生活是一栋精心建造的房子，突然之间在短短1周内，你连续遭遇了3次地震。第一次，震央就在你家庭最温暖的核心，你和你的妻子满心期待着一个新生命的降临，你们布置好了婴儿房，想象着未来无数个充满欢声笑语的日夜。然后一通电话将这一切震得粉碎。电话那头是你妻子压抑着的几乎碎裂的哭声，她告诉你孩子没了，流产了。你还没来得及从这片废墟中站起来，第2次地震就来了。你的会计师，那个你一直信任的专业人士，带着极度抱歉的语气通知你，因为他的一个严重失误，你现在欠了政府一笔你根本无法想象的巨额税款。这不再是情感上的打击，这是冰冷的、现实的巨石，直接压在你的生存之上。紧接着，第3次，也是最剧烈的一次，你最亲近的家人，那个在你生命中如同支柱一般存在的人，在电话里泣不成声。他告诉你，他被诊断出了癌症。短短几天，家庭、事业、亲情构成你生命的3根主要梁柱同时断裂。我想请问你，在这一刻，当你站在人生的废墟中央，环顾四周，只剩下绝望和窒息的压力时，你会做什么？很多人可能会立刻冲到楼下买一包烟，用颤抖的手点燃，深深地吸一口，仿佛要把所有的痛苦都吸进肺里，再吐出来。或者打开一瓶烈酒，让酒精麻痹自己的神经，换取几个小时的短暂遗忘。这听起来是再正常不过的反应了，对吗？但我想告诉你，在那整个黑暗漫长的过程中，从接到第1通电话到第3个坏消息的降临，我连一次，哪怕只是一闪而过的想要抽烟或喝酒的念头都没有。这句话对于9年前的我来说，是彻头彻尾的天方夜谭。而我之所以能如此笃定地坐在这里分享这个故事，正是因为这份不可思议的转变。为什么我敢这么说，甚至在经历这一切时能保持绝对的清醒？我叫文博，是一名大学教授。在过去的10几年里，我的学术生涯只专注于一件事：研究像你我这样的现代都市人是如何被压力、社交与消费主义一步步形塑，又是如何能在这其中找到真正的自由。而今天我要分享的不是冰冷的学术理论，而是我用自己的人生做的一场最深刻的田野调查。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是否也曾相信，或者现在依然相信，只有靠抽烟喝酒才能度过那些生命中的难关。回到9年前，甚至更早，我的人生可以说就是一本都市高压生存指南。身为一个创业者，一个生意人，我每天都在跟数字、合约还有无穷无尽的问题打交道。我记得那些创业初期的夜晚，整个世界都睡了，只有我的办公室还亮着灯，桌上摊着的是改了几10遍的商业计划书，旁边的烟灰缸里早已堆成了一座小山，空气里弥漫着咖啡因和尼古丁混合的焦躁气味。每当我感到思绪枯竭，被一个问题卡住，动弹不得的时候，我的手就会不自觉地伸向烟盒，点燃、深吸，看着烟雾缭绕，我会告诉自己，这是休息一下，这是找找灵感。那几分钟的吞云吐雾，确实能暂时的像按下暂停键一样，让大脑的警报声安静下来。但当烟蒂在烟灰缸里熄灭，那份焦虑只会以更凶猛的姿态反扑回来，而我的大脑因为缺氧和尼古丁的刺激，变得更加昏沉，更加迟钝。家庭生活也是一样，每当和家人因为一些琐事发生争执，那种无力沟通的挫败感涌上心头时，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去解决问题，而是摔得而出，在阳台上点燃一根烟。我以为那是在冷静，
但实际上，我只是在用烟雾为自己的逃避和无能筑起一道看似合理的围墙。墙的这一边是我一个人的平静，墙的那一边是爱我的人更加深切的失望。那时候的我坚信不疑地认为，这些成瘾物质就是我应对这个复杂世界的必要工具。它们是我的盔甲，是我的拐杖，是我在压力风暴中的避难所。我无法想象，如果没有它们，我要如何度过那些失眠的夜晚，如何面对那些难产的客户，如何平息那些家庭的纷争。我会对那些劝我戒烟的人嗤之以鼻，心里想着，你们根本不懂我背负着什么。这就是过去的我，一个被压力牢牢掌控，并且误以为瘾是唯一解药的囚徒。现在快转到9年后，我坐在这里，刚刚跟您描述了我人生中最黑暗的72小时。同样是深夜，当我收到那封关于巨额税款的电子邮件时，那份压力比过去创业时面对的任何一次资金危机都要沉重100倍。我的心脏确实漏跳了一拍，但我并没有走向阳台。我给自己泡了一杯温热的博士茶，走到书房的窗边，静静地看着窗外城市流光溢彩的夜景。我的大脑没有被烟雾笼罩，它异常的清醒，甚至可以说冷静的可怕。我开始像一个局外的分析师一样拆解这个问题：第一，这是谁的责任？第二，最坏的结果是什么？第三，我现在可以采取的第一步是什么？我的手指在手机的备忘录上清晰地列出了1、2、3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到的不是恐慌，而是一种罕见的掌控局面的力量。这种力量就来自于我9年前做出的那个决定，彻底告别那些我曾经赖以为生的拐杖。这9年的时间，我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学者在研究这个课题，我更是在我辅导的数百位想要摆脱成瘾的客户身上，一次一要地见证了这种从囚徒到强者的蜕变。他们之中有身价不菲的企业家，有才华横溢的艺术家，也有和你我一样每天为生活奔波的普通人。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，但转变的核心却惊人的一致。当你拿走那些用来逃避压力的工具时，你才真正获得了面对压力的能力。那么，在那一切都崩塌的时刻，在我做出那个冷静的分析之前，我到底做了什么来度过那第一波最猛烈的冲击呢？答案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。我打开电脑，在 YouTube 上看了整整3个小时的无脑废片。没错，你没听错，就是那些你平时会带着罪恶感去看的关于明星的八卦、搞笑动物的集锦，一些完全没有营养的综艺剪辑。我就那样坐着，一杯接着一杯的喝水，让那些垃圾资讯像瀑布一样冲刷我的大脑。我的妻子在房间里休息，我在客厅里戴着耳机，把自己暂时的、完全的从那个充满痛苦的现实中抽离出来。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过去的我会花几个小时把自己灌醉，或者一根接一根的抽烟，让自己达到某种出神的状态？形式上很像，但本质上有着天壤之别。过去，当我用酒精和尼古丁来换取那几个小时的分心时，我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。第二天醒来，我会带着宿醉的头痛、喉咙的干渴，以及更深的自我厌恶，去面对没有任何改变，甚至可能因为我的缺席而变得更糟的现实。我失去了健康，失去了金钱，最重要的是，我失去了宝贵的可以用来解决问题的清醒的头脑和精力。但这一次，当我看完3个小时的废片，关上电脑时，我失去了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我只是给了我那濒临崩溃的神经系统一个喘息的机会，一个短暂的无害的安全关机。当我重新开机时，我的身体是舒适的，我的头脑是清晰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没有因为昨晚的逃避而增加任何新的问题。我能够走到妻子的床边，握住她的手，告诉她没关系，有我。
我能够拿起电话，开始冷静地处理那些棘手的问题。这种分心不是逃避，它是一种战术性的撤退，是为了积蓄力量，更好地回到战场。现在，让我们回到风暴的中心。我想带你身临其境地去感受那72小时是如何一分一秒地度过的。第一天接到妻子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在我的诊所里。那天下午的阳光很好，透过百叶窗照进来，在地板上洒下斑驳的光影。我记得我刚送走一位病人，脸上还挂着职业性的微笑。手机震动的时候，我看到是妻子的名字，心里还想着她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发现要跟我分享。电话接通，那边却是死一样的沉默，接着是压抑不住的细微的抽泣声。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。孩子没了，这3个字像一把冰冷的凿子，瞬间凿穿了我所有的防备。我能听见外面候诊室里病人翻动杂志的声音，护士叫号的声音，那是一个正常运转的世界。但在我的耳机里，我的世界正在无声地崩塌。我甚至能想象到他一个人在冰冷的医院走廊里那份孤单和绝望，而我却被困在这里，对着满屋子等待我看诊的病人。我必须维持我的专业，我的微笑，我的冷静。那是一种极致的身心分离。我的身体在执行着机械的动作，和病人交谈、做检查、开处方，但我的灵魂早已飞到了妻子的身边，和她一起浸泡在悲伤的深海里。那天下午剩下的几个小时，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酷刑。每一次微小，都像是在撕裂我自己的伤口。下班回家的路上，我没有开车，我选择了走路。我需要让冰冷的晚风吹在我的脸上，让我确认自己还真实的活着。回到家，看到妻子红肿的眼睛，看到那个我们一起精心布置，如今却显得无比刺眼的婴儿房，所有的坚强都瓦解了。我们没有说太多话，只是紧紧地抱在一起。在那一刻，如果我身上有烟味，如果我眼神迷离，如果我带着一丝酒气，我给他的就不是安慰，而是另一层伤害。我很庆幸，那一刻我能给他的是一个100%清醒的、可以依靠的丈夫。第二天，我们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，试图去处理那些取消预约、通知家人的琐碎但又痛苦的事情。下午，会计师的电话来了，他的声音听起来比我还要沮丧。他反复的道歉，然后抛出了那个天文数字。那一瞬间，我的第一反应不是愤怒，而是一种荒谬感。就好像你已经被海啸淹没，还在水里挣扎的时候，有人告诉你，你的房子还着火了。那笔钱对我当时的事业来说，几乎是毁灭性的。它不只是一个数字，它是我过去几年无数个不眠之夜、无数次牺牲与家人团聚的时间换来的全部心血。现在，因为别人的一个错误，这一切都可能化为乌有。我挂掉电话，看着窗外，马路上车水马龙，人们行色匆匆，阳光灿烂的有些残忍。我感觉自己像是被关在一个透明的隔音的玻璃箱里，我能看到外面的世界，但它的一切都与我无关。我的世界里只剩下压力叠加压力所产生的令人窒息的真空。那种感觉远比单纯的悲伤更可怕，它是一种被命运彻底背叛和抛弃的无力感。在那个瞬间，我清晰地感觉到一个古老的声音在脑海中呼唤：来一根吧，你需要它，只有它能让你度过这一切。但我脑海里同时出现了另一个更清晰的画面：我的妻子需要我，我未来的事业需要我，我不能在这里倒下。如果我现在选择了麻痹自己，那么当麻药退去，我将面对一个更加破碎的局面。第3天，就在我以为不可能有比这更糟的情况时，我的手机再次响起，是我最亲近的家人。电话一接通，就是无法控制的嚎啕大哭。在那阵混乱的哭声中，我捕捉到了一个词：癌障。
那一刻，我感觉我的膝盖一软，几乎站不住。如果说第一个消息是心碎，第二个消息是绝望，那么第三个消息就是彻彻底底的将我击垮在地。我感觉到血液冲上头顶，耳边嗡嗡作响，手脚变得冰凉。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笑话，一个被上帝随意玩弄的悲惨的玩具。所有的理智，所有的坚强，在那一刻都荡然无存。我脑中一片空白，只剩下一个念头：一切都完了。我就那样在沙发上坐了很久，没有动，也没有思考，直到我看到妻子走过来，她没有说话，只是把她的手轻轻地放在我的手上。她的手很温暖，在那一刻像一个锚，把我那即将飘走的灵魂重新拉回了这个身体里。我看着她，她的脸上还带着失去孩子的悲伤，但她的眼神里却充满了对我的担忧。就在那一刻，在那个我人生的绝对谷底，一个无比清晰、无比坚定的决定在我心中升起：他们需要我。我悲伤的妻子需要一个能支持她的丈夫，我生病的家人需要一个能为她奔走、能保持冷静的亲人，我的事业需要一个能解决问题的领导者，而所有这一切的基础，就是我必须也只能是一个清醒的、在场的、完整的我。我不能是一个被尼古丁控制情绪的瘾君子，不能是一个在酒精中逃避现实的懦夫。抽烟、喝酒，在这一刻不再是诱惑，他们成了一个清晰的敌人。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我向他们投降，我失去的将不仅仅是我的健康，我将会失去照顾我所爱的人的资格。这就是在那72小时里，我内心最真实的煎熬与挣扎。然而，就在我以为这就是谷底，我必须咬紧牙关，准备在废墟之上开始漫长的重建时，人生这位最伟大的剧作家却悄悄地开始了他意想不到的转笔。几周后，就在我们还在慢慢疗愈伤痛的时候，我的妻子再次怀孕了。这一次，一切都非常顺利。几个月后，我们迎来了一个健康可爱的宝宝。曾经那个充满悲伤的婴儿房，如今被真正的婴儿的哭声和笑声所填满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关于那笔巨额税款的问题，在我和新的会计团队进行了漫长而复杂的核对后，发现最初的那个通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乌龙。不仅我不需要缴纳那笔巨款，反而因为一些之前被忽略的条款，我还能得到一笔可观的退税。那笔钱成为了我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助力。而我那位被诊断出癌症的家人，在进行了更精密的检查后，医生告诉我们，他得的是所有同类癌症中最温和、最容易治疗的一种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，他很快就康复了，生活回到了正轨。在短短几个月里，那3件足以摧毁任何一个人的坏事，都以一种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式变成了好事。这段经历让我反复想起我们文化里一个古老而充满智慧的故事。在讲这个故事之前，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：当一件坏事发生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能在此时此刻就100%地断定它就是一件坏事吗？时间这位最伟大的作者在写下故事的结局之前，我们又有什么资格为任何一页匆忙地下定论呢？这个故事叫做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故事说，在边塞有一位老人，他家的一匹好马有一天无缘无故地跑丢了。邻居们都来安慰他，说这真是件倒霉事。老人却淡淡地说：“谁知道这是不是一件坏事呢？这就像我那未出世的孩子，我的那匹走失的马。所有人都为我惋惜，我自己也痛苦万分。过了几个月，那匹走失的马竟然自己跑回来了，而且还带回来了一群来自塞外的骏马。邻居们又都来祝贺他，说这真是天大的好运。老人却又说，谁知道这是不是一件好事呢？这就像我妻子几周后的再次受孕，这匹带回来的骏马给我们家带来了新的希望。
老人的儿子因为喜欢骑马，就挑了一匹最好的骏马来骑，结果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来，摔断了腿。邻居们又唉声叹气地说：“这真是乐极生悲啊！”老人依然平静地说：“谁知道这是不是一件坏事呢？”这就像那笔巨额的税单，我的那条摔断的腿，它让我的事业一度陷入瘫痪和危机。又过了1年，边塞发生战争，朝廷征召所有健壮的年轻人去当兵，10有8九都战死沙场。而老人的儿子因为腿瘸了，不能去当兵，父子俩得以保全性命，安度晚年。这就像那笔最终被证实为乌龙的税单，它不仅没有击垮我，反而变成了一笔退税，成了我免于兵役的幸运。我并不是在宣扬什么神秘主义，我只是想透过我最切身的体会，与你分享这个故事背后那朴素而深刻的智慧。当危机来临的时候，我们最需要做的，不是匆忙地给它下一个好与坏的结论，然后用成瘾物质去做出应激反应。我们最需要做的是给予时间，一点时间。如果在那72小时里，我选择了用酒精和香烟来麻痹自己，我会得到什么？我会得到一个混乱的、充满自我厌恶的宿醉的早晨。我会错过与妻子在悲伤中紧紧相拥的时刻。我会没有精力去处理复杂的税务问题。我会没有清晰的头脑去陪伴我生病的家人。我会用我的逃避，在我自己和那些转机之间砌起一堵高墙。我会为了解决一个暂时的情绪问题，而制造出无数个长期的无法挽回的现实问题。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分享的最核心的观点。我曾经以为抽烟、喝酒那些能让我暂时爽一下的东西是在帮助我应对压力，但经历了这一切，我才终于彻悟，它们从来都不是解药，它们本身就是压力最大的来源之一。它们偷走了你最宝贵的资源，你那清醒的、专注的、充满创造力的头脑。它们消耗了你用来解决真正问题的精力、时间和金钱。它们让你相信你很脆弱，你需要依赖它们才能活下去。但真相是，正是因为依赖它们，你才变得如此脆弱。戒除它，你甩掉的绝不是一个朋友或一个帮手，你甩掉的是一个寄生在你身上、不断吸取你生命能量的寄生虫。而当你真正把它从你的生命中剥离出去之后，你所获得的远不只是健康的身体，你获得的是一种我称之为临在感 （presence） 的超能力。是那种当你的家人需要你时，你能100%的身心合一的出现在他们身边的能力。是那种当危机来临时，你的大脑能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，精准的剖析问题，找到核心，然后冷静的一步一步去解决它的能力。我无法想象，如果我当时一边要应付自己因为抽烟喝酒而导致的健康问题，一边要去照顾生病的家人，一边要忍受着尼古丁的戒断症状所带来的焦虑和烦躁，一边要去安抚我那悲伤的妻子，那将会是一种人间地狱。而我今天所拥有的这份平静和力量，这份能够坦然面对人生任何风暴的底气，正是我当年戒瘾时送给未来自己最好的礼物。它比我事业上的任何成就都更让我感到自豪。所以，如果你此刻也正被压力所困，也正习惯性地从口袋里掏出那个你又爱又恨的盟友，我希望我的故事能让你停下来，哪怕只有3秒钟。想想你接下来的这个动作究竟是在解决问题，还是在制造下一个更棘手的问题？你究竟是在获取力量，还是在出卖你未来真正的力量？你的选择决定了你是一个只能被动应对灾难的受害者，还是一个能够从容穿越风暴，并最终将其转化为财富的强者。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最常用什么方式来逃避压力？没有对错，只是让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。如果你想看到更多这样深入剖析人性的内容，找回真正属于你的力量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一起走下去。你知道的，这类真心话内容随时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消失，所以按下关注，才不会错过下一次的深度对谈。